光在眼底闪烁，你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故事从这里揭开，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安静到澎湃，奇迹般的力量，想拥抱你的心跳，牵你双手，看世界那么缤纷，等你探索。当生命有了呼唤，期盼未来，换我迫不及待，要在你生命中陪伴。您的外卖是吧？哎，那王大成没来啊？早上刚被开除了，什么？说你们医院有人打电话投诉，一边送外卖一边收垃圾，经理觉得太不卫生了。不是，但是他收垃圾都是下班之后，这跟上班有什么关系啊？老板嘛，又不喜欢他搞东搞西的。那他人呢？不知道，找工作去了吧？来，给个好评，谢谢。不是我没那么闲，我连他是哪个外卖公司的都不知道。那是谁？知道这事的就我吗？难道是姐弟情深呢？哎，君香，你等等，我跟你说句话。你不用说了，我着急去开会呢。王大成是我告的，我就是想告诉你，像这样的人，连这样的工作都保不住，你还要跟他在一起？不能这样啊！我当然可以这样。你回家去问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你和一个生活都朝不保夕的男人在一起。真狠！哎，我怎么有种逃过一劫的感觉？关于高勇的手术方案呢，各科室已经讨论过7、8次了，希望今天我们能有个结论。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剖？原则上来说，剖得越早越好。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保不住的话，对于高颖来说，打击是巨大的，恐怕连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有2个选择。第一种是立刻剖，以全力保住孕产妇的生命为目标；第二是紧密观察，尽量拖到心脏最大承受力的那一天，让孩子尽量在宫内多成长。这当然对孩子是好的。从新生儿的角度上来说呀，尽量拖到27周之后比较好。高颖本人的意思呢，是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下，手术方案只能是边等边看。怎么生啊？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剖宫产后的血液回流，手术风险很大，不光是子宫出血，最重要的是麻醉科对于呼吸循环的支持。也就是说，这台手术一定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才可以。我们建议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进行手术。术后转 ICU 后使用 ECMO， 心肺联合支持难度大，术后100%会出现右心衰竭，而 ECMO 从根本上不能缓解右心功能衰竭和感染的风险。术中要尽量避免大量出血，术后要预防产后出血。体外循环和 ECMO 一定要在充分抗凝的情况下进行，出血很难控制，甚至于在术中都等不到子宫的切除，也有可能因为控制不住出血，在术中死亡。即使可以勉强维持，但是他心脏功能的衰竭是无法逆转的。他肺动脉高压的病因，就是因为他们右心的衰竭和肺循环的障碍，只有通过心肺的联合移植来解决。而关于心肺的联合移植，无论是时机的选择，还是供体的来源，那更是难上加难。在妇产科能遇到这样难度的手术，太期待了。你小孩太可怜了，才20几周。
各位，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尽量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但是首先我们一定要确定让孩子在宫内多待几周，然后要跟患者沟通，告诉他们手术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进行，术后要用 ECMO 维持，甚至一直能够维持到他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个患者比较特殊，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一个稳重的住院师来跟床。考虑到高颖比较善于利用媒体，夸大医生的言论。军校，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现在很大，但是你平时谨言慎行，我觉得你最合适。你来负责吧。好。这是好事儿啊，说明田主任信任你。这什么好事儿？一不小心就可能摊上医疗事故。好事儿，好事怎么不让刘建白去呢？这次高莹的手术可是取全院之力，就算是医疗事故，你上面有那么多主任，那么多院长呢，你放心吧。这不是怕背锅吗？高莹可是把所有医生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记录在案，你想背都背不了。再说了，跟田主任参加这么大的手术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也去拜托一下黄主任，让他多帮帮你。谢谢你啊。我还得去趟病房，田主任要和他沟通一下手术包。加油！谨言慎行也算优点。高颖是个律师，据说他每天都在留存证据，所有医生护士都特别小心。这也挺好，免得被他惹毛了。我是不喜欢哄着患者和家属，但不代表我是个不懂事的大傻子。对，田主任是个大傻子。他就是大傻子。不行，我得找他去。喝奶茶。来一大杯压压惊。我不用体外循环。为什么？用体外循环要全麻，不用的话是半麻。我万一全麻的过程当中，我要再也醒不来的话，我就见不到我的宝宝了。你看，你非常清楚，就算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你很有可能在手术当中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生呢？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是我们爱的纪念品。我因为心脏病，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婚姻。现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不能放弃。老天给了你很多礼物，如果你不在的话，留这个纪念品还有意义吗？我出去。别这么说话。田主任，用与不用，生存几率到底有多大区别呀？不用，死亡率90%，甚至于还要高；用10%。还是用吧，亲爱的。既然老天爷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也需要用最大的诚意去接受它。你说对不对？既然我要全麻，既然我要承担这份风险，那么我问你，我换心换肺的手术和剖宫产手术能不能同时进行？我已经做过充分的调查了，就算我用了体外循环，我的心肺功能也不会回到从前，还要严重的依赖体外循环。我不能一辈子靠着 ECMO 活着吧？换心换肺恐怕不能跟剖宫产手术同时进行，因为本来手术的风险就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我担心你的身体承受不了。还有，我们做不到在最恰当的时候，同时给你提供合适你的心源和肺源。那好，我答应你们用体外循环加 ECMO， 但是必须手术之后尽快的给我换心换肺。我要用最大的努力迎接我的孩子。如果你们不给我换的话，我就停了 ECMO， 我不会让你们医院好过的。别那么凶。哼，有钱真的是能为所欲为啊！
高颖之前服用的那种降低肺动脉压力的进口药，1个月就要1万多块钱，换心换肺，说的跟换发型一样这么简单。再有钱也不能挑战医学的边界，他这是拿自己的命在赌，也是拿圣界的名声在赌。就好比赌局中的 show hand， 要么全输，要么全赢。怎么可能全赢啊？听起来浑身都疼。你们想啊，剖宫产加换心换肺啊，浑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任何一个器官出现差错，就会随时面临到死亡，还有抗排异。现在高颖已经彻底绑架了医院，盛基必须举全员之力救活他，只为了他的自私，他的不管不顾。等着换心换肺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救命？有的人等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我都怀疑他是为了换心换肺才怀的孕。我来了，谢谢你啊。老公，我们给宝宝起个名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你起吧。你说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那就起2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起女孩名，我起男孩名。要是女孩的话，就叫爱颖，怎么样？这也太敷衍了吧！那要是男孩呢？叫爱勇啊？我看可以。得了吧你！孩子嘛，就是一种传承。我希望，如果是女孩的话，和她妈妈一样，勇敢、坚强。哎呀，希望她别遗传我的心脏病就成。对了，我可告诉你啊，以后你每年都要带着她去做详细的体检，知不知道？别像我似的，30岁了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医生不是说了，你心脏上的小缝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的，就算小时候年年做普通体检，也未必能够检查出来。倒也是哈，真够倒霉的。不过后来呢，我遇到了你，又怀孕了，我就觉得自己啊，真幸运。好了，好好休息，我去给你买水果。早点回来啊。好的。有话跟我说啊。没看出来。当然，三甲医院哪有医生做完事还不走的？再说这胎心监护也不用你来。我想问你，你是在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想好换心了吗？没那么快想到。我是在被医院不断拒绝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换心换肺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啊。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存活率。那你告诉我，我要是不换心能活多久？我的意思是，您可以缓一缓，不一定非得要在剖宫产手术之后立即换心。那我万一挺不过去呢？你作为我的管床医生，如果我的手术成功了，你至少可以发表一篇 SCI 吧？到时候所有负责的医生都可以鸡犬升天。你有什么好劝我的？要是我剖宫产死了，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好吧，祝你好运。田主任，我来吧。还是我来吧。这个病人不能出一点差池，如果有问题，尽量我自己来带，免得沾你们的手手连累。之前所有的资料和数据你都整理一下，不管换心手术成不成功，至少妊娠合并肺主动脉高压的剖宫产是成功了。好，这次你做的不错，患者家属也没怎么埋怨。论文呢，也会给你署名。谢谢田主任。
老天爷啊，给足了高颖的面子，也给盛季的面子。临近衰竭的时候，找到了合适的配型。这颗心脏太珍贵了。手术时间8点10分。胸骨锯。 填呼吸。收据。准备好了吗？好了。 上下腔插完，转机，转机，下腔插入，停能量，准备换心。缝合。澎湃。 减流量，减流量，开放声主动脉，你们把这个心脏保护的还不错，看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们一定要注意止血。好的，知道了。田主任，恭喜你，开创了盛季的新纪录。你赶紧准备论文吧，不能再折腾了。再折腾，我这颗心脏也该交代。 为什么要救这种人？我刚买的手机，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手机我赔你。肺主动脉高压妈妈的春天。疯了，真是疯了！自己还在排异期，居然写这样的文章，简直就是教唆杀人呐！今天我们心外不知道接到多少电话，都是在咨询肺主动脉高压的心脏手术。我想，高颖不是妇产科接的吗？妇产科医生应该跟他关系很近，要不让他们劝劝他，让他撤了这篇文章。手术虽然很成功，可是他能存活多久，现在还很难说。现在有很多类似的患者在密切关注他。这种文章如果发出去，他们如果受了他的鼓舞，真的去怀孕，最后的压力还是会落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
真的是这样，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送命。先让李俊霄劝他把文章撤了，然后让妇产科所有的人注册一个账号，在他下面留言科普，告诉他的粉丝，肺主动脉高压患者不要怀孕。单先生，你是这个意思？嗯，你还是把文章撤掉吧。你已经劝了我好多天了，可是不管你怎么劝，我还是那句话，不撤。我们生计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你就撤一个文章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我文章里没有一句假话，为什么要撤？高女士，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么幸运，能在盛季治疗，能得到 ECMO 的支持，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碰到一个合适的心源。你的粉丝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果他们受你的鼓舞都去做手术，那死亡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说的很明确，这个就是在盛季发生的。如果当地没有这种医院，没有这种条件，还要去怀孕的话，那是他脑子不清楚。你真的不能这么想。现在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女性，她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她们怎么分辨你文章当中的条件呢？那就再加一篇，就说啊，以后他们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全部都送到盛季，行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们别得意的太早。我现在排异反应很严重，我每天都在发低烧。你告诉我，你们医院是不是急着做手术，把不合适的心源换给了我？不合适的心源是绝对不可能做手术的。那行，把你们田主任叫来，告诉他我这颗心脏太老了，我要重新换。你说什么？你真的要再换？换！你疯了！你看看现在你的身体，整个胸口和腹部全都是伤口。医生不是说了吗？现在的排斥反应是正常的，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你要是再换，身体受得了吗？对不起，对不起，哥，我从来没向你发过这么大的火。但是看着你支离破碎的样子，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支持你怀孕。我一直相信你，因为你是个律师，研究过很多文献和法律条款，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到了医院才知道，国外根本就不会建议像你这种情况的病人去怀孕。移植心脏的手术，最多也就是活10来年。接下来伴随的就是各种排斥反应，还要终身服药，何必呢？可是我们有孩子了。我不在乎。我当初爱上你的时候，是为了让你能够生孩子吗？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是高英你这个人。人不在了，孩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可是这孩子对我有意义。我知道，要是我不换心，我也活不到80、90岁。可是能留下一个孩子陪你，我起码心里能好受一点。不是手术它不成功，是我这颗心脏啊，它不行。我要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的心脏，我要是换一个新的，我肯定会活得特别久。我不会只活10几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一些方面你比我懂，但是面临你这种情况，真的能让你无限制折腾下去，继续伤害自己吗？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累了，这段时间的雨晴一塌糊涂，
盛济医院有那么多的大夫在网上发文章做科普，都没能挡住各种肺主动脉高压来求子的。这样一来，他还能做得动手术吗？啊？虽然他说的对，心脏的确是年轻供体的好，但有一点是错的，他的心脏供体是一个脑死亡的年轻人，20多岁，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年轻、更强壮的心脏了。医学是有限的，他能折腾，我们也不能。哦，对不起，这病房的，我接一下。喂，什么？我马上过来。高颖心衰，急性排斥反应加剧。喂，加强浓激素冲击，500毫克。对，立刻上。不应该啊，抗排斥的药再按时吃吗？是按时给的，有没有吃就不知道了。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故意不吃啊？他天天喊着要换颗心脏，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再换颗心故意不吃的？你胡说八道！没有证据的话别瞎说，出去。大剂量激素的冲击治疗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再看情况吧。主任，是不是这颗心脏真的有问题？它的排斥反应才这么厉害？这真的是一颗很好的心脏了，我跟你保证。你也真是辛苦了，一个早产在保温箱里，一个换了新的在这里。后悔了。林先生，我真心的恳求您，听我一句话，他不能再换心脏了，他的身体撑不住，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心源给他，劝劝他，配合治疗吧。我会的，会劝，会劝。我们也希望他能陪孩子一起长大，但是医学不是万能。感觉怎么样？还行。你跟他们说，我这个心脏不行，要继续换了吗？我说了，人家说这颗心脏是最好的，实在没得换了。他们在骗你！把主任给我叫来。今天主任在病房守了你很久，等你情况稳定你才走的，不要再打扰人家了，好不好？我今天用的什么药？说是什么激素？强强龙。啊，是。我特意没吃抗排药，想吓他们一下。这可倒好，直接给我上激素了。你说什么？你没吃抗排药？对呀。高英，你疯了！你是彻底疯了！你不怕死，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孩子，考虑一下我？死不了，我是律师。老天收人的时候看职业吗？就算你是律师，律师说死就不会死吗？高英，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说你。但是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什么惊吓了。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可是我做的这一切，我不就是想好好的活着吗？不然我不疼吗？好了，去把我电脑拿来，快！你刚醒，好好休息一下啊！不，我口述你来记录。我要把从我入院以来各个医疗环节上的疑点都记录下来，你去拿给他们领导看。如果他们不让我发，就得给我好好治病。高英，我求求你了，不要这样好不好？行了，你快去把电脑拿来，快呀！
入院以来，医院对我的治疗环节有以下几个疑点：第一，高英，你没事吧？没事。别说了，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喝点水就好了。是。你慢点，慢点，慢点。高英，高英，你没事吧？高英，你别吓我，你别吓我！医生，医生，医生呢？医生，快！新人下降，准备除钨仪。不是上激素了，这怎么回事啊？快叫2线，不3线。再说上，来。停吧，人已经走了。不会吧，主任，你在抢救啊！你们在抢救的！高阳，救救他，给我救救他啊！高阳。高颖为了催促医院继续换心，没有吃抗排药。虽然激素冲击的比较及时，但最后肺部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感染，病毒冲击了心脏，抢救无效。接下来是我们妇产科，不，是盛济医院，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这家人本来就很爱闹事。据我所知，高颖在临终前还在写盛济的负面文章。人家闹事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让人火上浇油。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对患者格外小心，不能让别人再抓住我们的把柄。盛济为了他们已经贡献了最好的医疗力量了。你是女孩子，你坐下。李先生，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田主任，谢谢。李医生，谢谢。各位医生，谢谢。我是高阳的丈夫林勇，这些日子辛苦大家了。作为她的丈夫，明明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怀孕，却一味坚持她的选择，给盛济的各位医生带来不少麻烦。
对于刚勇的做法，各位医生虽然表示气愤，但是能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救治他，救治我的孩子。在这里，我代表高颖向各位医生表达深深的歉意，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同时再次表示感谢。您能理解，太好了。人已经走了，再后悔没有用了。庆幸的是，我的孩子状况很好。田主任，李医生，我准备给孩子起个小名，就叫小胜，让他知道是生技的各位医生给了他一条生命。还有，我明天就用高颖的社交账号发布一篇文章，一方面宣布他走了，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和他同样病症的女性，不要怀孕，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赌孩子。谢谢您，有您这样的家属，我们就不怕受委屈了。谢谢您，谢谢。开完。哟，田宅宅，哎，你怎么来了？去，什么田宅宅？我现在是大主任了，你让我下手听你多不好。好的，宅宅主任。我还真忘了，什么主任在你这儿都白搭。行，好，叫老田行吗？行，我看行。哎，您喝点什么？那个莫吉诺。第一，上次张主任教过你，那不叫mojito，那叫mojito。第二，您都当主任了，还不喝点烈的？行，黑豆就黑豆。不是为什么我当了主任我就得喝点烈的？我现在天天被人虐，我还喝烈的，我就想喝那么点那种清新的小甜水，行吗？行，您等着。是不是张主任走以后，你只喝过这个呀？以前我根本就不喝酒，张主任呢愿意带着同事搞活动，每次我都是喝一杯可乐就回家。所以张主任叫你田宅宅嘛，他给你指定一款酒，mojito，姑娘们最爱喝的，你肯定喜欢。怎么样，做主任好玩吗？好玩，不到1年，啊，头发白了一半，好玩吧？不好玩，不好玩，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在医院里啊，做个科室主任，无论是地位和待遇，都会有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压力，科室发展的压力，科研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形形色色病人的压力，累吧？还不敢跟别人说，是不是？张主任的突然离世，我做了这个大主任，多少人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我再说苦，再说难，我等于得了便宜卖乖。这成人的孤独啊，就是这样，因为说什么都是错，只能选择不说。哎，那边那几位是不是你下属？杜弟，这儿，保证不叫你田宅宅。田主任，田主任，一个人在这发呆呢。没有，有老同学约我来这儿，我说这个像我们的岁数来这儿有点不太合适啊。他非要来体验一下。怎么着，过来放松啊？今天高颖的事情结束了嘛，大家过来放松一下。都在那边呢，一起喝。不用。那个他们这桌我抢。您确定啊？杜弟10几杯才刚漱口啊？是吗？那就一人请一杯啊。不用，田主任，我们请你。对啊，我们请你。田主任，你刚刚喝的那个呢是芒果味的，现在尝一尝苹果味的。
喝，喝不动了。是不是男人？喝。你别闹，拿这个论男人。我说不喝就不喝了，男人吗？大主任，你在撒娇吗？闭嘴！这么可爱。大主任，我杜弟，要是在妇产大赛上获得了第1名，你打算怎么鼓励我？你升你做住院组。真的？录下来。大主任，如果说我在妇产科大赛上拿了第1名，你就答应我，你就把我和吴从瑞一起升住院组，行不行？大醉呀，现在在职的有1个住院组，你们俩要是升上了，就是3个住院组。2个院组太少了，它本来就不够。你想啊，我要是能拿第1，吴从瑞绝对是第2。那可以升。那就是我和吴从瑞都升住院组。你要是拿了第1，啊，我就把你们俩都升成住院组。大主任真好，再吵。大主任来挑战苹果味儿。买单。我怪我害了你。真的没事儿，我这不是还在努力的找工作呢。你本来外卖干得好好的，现在公司不要你了，上哪儿去找时间自由、收入又高的工作呀？这年代，只要肯干，还怕没饭吃吗？